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你站在体重秤上，看着那个数字比上个月少了10斤，你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肚子，确实小了1圈，但就在那一秒，你愣住了，等等，那10斤脂肪去哪儿了？你可能听过各种版本的答案，有人说是排汗排出去的，有人说是通过大小便排泄掉的，有人说是被燃烧成热量散掉了，还有人说是转化成肌肉了。老实说，这些答案几乎全部都是错的，或者说至少是严重不完整的。而那个真正的答案，第一次听到的时候，会让你觉得有点荒谬，荒谬到你可能要停下来想一想，然后突然觉得这也太神奇了吧。因为那10斤脂肪你把它呼出去了，我知道这听起来像在开玩笑，但这是真实的生物化学，这是有精确计算支撑的科学结论，这不是比喻，不是夸张，是每一个字都是字面意思的事实。让我来给你讲清楚这整件事，因为一旦你真正理解了脂肪离开身体的方式，你对减脂这件事的认知会从根本上改变。先从脂肪本身说起，很多人以为脂肪就是那团软软的黄色的东西，像果冻一样待在皮肤下面，等着被融化或者燃烧掉。但脂肪在化学层面上是什么？它的学名叫做甘油三酯，把它想象成一列小火车，一个甘油分子做车头，3条脂肪酸链做车厢，紧紧连在一起，整整齐齐的被打包存储在脂肪细胞里。每一个脂肪细胞就像一个仓库，里面装满了这种小火车。当你吃进去多余的热量，不管是来自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还是脂肪本身，身体都会把它们转化成甘油三酯，打包进仓库锁起来。而当你的身体需要能量又没有食物供应的时候，它会找到这些仓库，撬开锁，把小火车拆散，让燃料流回血液。这个拆散的过程叫做脂肪分解，也叫肢解作用。但拆散之后呢，那些零件去哪儿了？这才是真正有意思的地方。甘油三酯被拆散之后分成2种东西，一种是甘油，一种是脂肪酸。甘油那部分比较简单，它进入肝脏被转化成少量葡萄糖，用来维持血糖稳定，保持大脑的基本运转。这部分量很少，是个配角。真正的主角是那3条脂肪酸链，它们被释放进血液，随着血液循环被运送到全身各处的细胞里，进入一个叫做线粒体的微型发电厂。在这里，脂肪酸会经历一个叫做摘氧化的过程，就像是把一列火车的车厢一节一节的拆下来送进熔炉。然后呢，熔炉里发生了什么？这些碳原子、氢原子和你吸进来的氧气发生反应，这个反应产生3样东西：能量、水，还有二氧化碳，就是你每一次呼气时从肺里出来的那个东西。脂肪在化学本质上是碳氢化合物，而燃烧碳氢化合物，无论是在汽车发动机里还是在你的细胞里，最终产物都是一样的，水和二氧化碳。所以当你减掉那10斤脂肪的时候，实际上发生了什么？那10斤脂肪里的碳原子变成了二氧化碳，经过血液循环被带到肺部，然后在你的每一次呼气里悄无声息地离开了你的身体。那10斤脂肪里的氢原子变成了水，一部分通过尿液排出，一部分通过汗液蒸发，还有一部分也随着呼气以水蒸气的形式离开。这是2014年澳大利亚科学家鲁宾、米曼和安德鲁·布朗做过的一项研究。他们精确计算了脂肪代谢的去向，得出了一个结论，后来被刊登在英国医学杂志上。在减掉的脂肪中，大约 84% 以二氧化碳的形式通过肺部呼出，剩下的 16% 转化为水，通过各种途径排出体外。 84% 从你嘴巴里呼出去的不是汗水，不是大小便，不是热量散发，是呼吸。那10斤脂肪你用几个月的时间一口气一口气的呼了出去。我知道你现在脑子里有一个问题，而且这个问题问出来可能会让你觉得有点蠢，但其实每个第一次听到这个的人都会想到，那我多呼几口气是不是就能减肥了？先别急着过度呼吸，这个逻辑有个根本性的漏洞，你呼出去的二氧化碳必须是你的身体真正燃烧了脂肪才会产生的。如果你没有制造出更多的二氧化碳，你只是在更快的把肺里本来就有的气体换出去，并没有额外的脂肪在被分解。就好比你把一个垃圾桶倒空了，但如果没有新的垃圾被收进来，桶里就是没有垃圾。倒空动作本身不会让垃圾凭空出现，所以问题的关键从来不是怎么呼出更多气，而是怎么让身体产生更多需要被呼出去的二氧化碳，也就是怎么让脂肪分解真正发生，而这才是真正值得搞清楚的事情。脂肪分解的开关是胰岛素，准确的说是胰岛素的缺席。只要你血液里的胰岛素水平是高的，脂肪细胞的大门就是锁着的，里面的甘油三酯哪儿也去不了，它们被困在里面，无法被释放，无法被运输，无法被燃烧，当然也就不会有任何二氧化碳被呼出来。把胰岛素想象成一个守门人，这个守门人站在每一个脂肪仓库的门口，只要他在，门就开不了。他什么时候会离开？当你不吃东西的时候，当你血糖下降的时候，当身体不再需要他去搬运葡萄糖的时候，他才会离港。他一离港，门就开了，甘油三酯开始被拆散，脂肪酸开始被释放，线粒体开始燃烧，二氧化碳开始产生，然后你呼出去了。这就是为什么单纯的少吃一点有时候效果很有限，因为如果你一直在吃东西，哪怕每次吃的很少，胰岛素也会一直保持在一定水平，那个守门人就始终没有完全离开。而当你进行间歇性断食，或者把进食时间集中在较短的窗口内，胰岛素有机会在1天中真正的降下去，守门人离港，仓库开门，脂肪开始以二氧化碳的形式一口一口的被你呼走。但这里有一个细节，很多人忽略了，而这个细节能解释为什么有些人减脂的速度比别人快得多。
不是所有的二氧化碳都由脂肪产生的，你的身体在燃烧葡萄糖的时候同样会产生二氧化碳，所以你每一次呼气里既有可能是来自葡萄糖燃烧的二氧化碳，也有可能是来自脂肪燃烧的二氧化碳。当你的血液里有大量葡萄糖可用的时候，身体会优先烧葡萄糖，脂肪被搁置一边，你呼出去的二氧化碳基本上都来自糖的燃烧。当葡萄糖耗尽，胰岛素降低，身体才切换到脂肪燃烧，你呼出去的二氧化碳才开始真正来自那些脂肪仓库。这就是那个代谢切换发生的时刻，通常在空腹12到18个小时之后。在这个切换发生之前，你的呼吸里几乎没有什么脂肪的影子。在这个切换发生之后，你的每一口呼气都开始带走一点点储存的脂肪。现在来说一个很多人困惑的地方，如果脂肪主要是通过呼吸离开身体的，那为什么运动对减脂这么重要？运动又不能让你呼吸的更有效？恰恰相反，运动让你呼吸的更多、更快、更深。一个人在安静状态下，每分钟大概呼出200毫升二氧化碳，但在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中，这个数字可以上升到8倍甚至10倍。你跑步的时候，你的心跳加快，你的呼吸加快，你的细胞需要更多能量，于是线粒体开始更高速的燃烧燃料，产生更多二氧化碳。这些二氧化碳通过血液循环被带到肺部，然后随着你加快的呼吸，大量的被呼出去。如果此时身体已经处于脂肪燃烧状态，那这些被呼出去的二氧化碳相当比例就是来自你储存的脂肪。运动本质上是在加速这个呼出过程，它让你的呼值速度提高了好几倍。这就是为什么同样是在断食状态下做了1小时中等强度运动的人和躺着一动不动的人，消耗的脂肪量可以差出好几倍，尽管他们呼吸的质量是一样的。还有一件事说透了之后，会让你看待减脂这件事的眼光完全不同。很多人在减脂的时候拼命盯着体重秤，秤上的数字下去了，高兴；没下去，绝望。但现在你知道了，脂肪离开身体的方式是气体，气体的重量是非常非常轻的，1升二氧化碳大约重 1.96 克，1公斤脂肪完全氧化之后产生的二氧化碳体积大约是1400升，重量是 2.8 公斤。另外还有 1.1 公斤的水，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你的身体在努力燃烧脂肪的每一天正在发生的变化，并不能完全反映在体重秤上。因为你喝了一杯水，体重会涨；因为你的肌肉在断食加训练的状态下保留甚至增加，体重可能不变；因为你今天多吃了一点盐，水分逆流，体重会涨。但与此同时，脂肪正在被燃烧，正在变成二氧化碳，正在一口一口的被你呼出去。那个过程是真实发生的，只是体重秤看不见它。这就是为什么执着于每天盯着体重秤是一件让你把自己逼疯却未必有意义的事。真正应该关注的是那些能够反映脂肪燃烧真正发生的信号。腰围在变化，衣服的腰部松了，你在长时间空腹的状态下依然精力充沛，你的饥饿感不再像以前那样控制你，这些信号比体重秤上的数字更诚实。那回到最开始的问题，你减掉的那10斤脂肪去哪儿了？它在你睡着的那些夜晚里，随着你平稳的呼吸一点一点的离开了。它在你某个周末去爬山，气喘吁吁的大口喘气的时候，大量的被呼了出去。它在你某个下午坐在书桌前认真工作的时候，随着一呼一吸悄悄地消散在空气里。它没有堵在你的肠道里，它没有凝结在你的汗液里，它没有变成其他形式的物质储存在别的地方，它变成了空气，和你周围的空气融合在了一起，彻底消失了。这是真实的物理，这是真实的化学，这是真实发生在你每一次呼吸里的事儿。有时候我觉得，如果更多人知道这件事，他们对减脂的态度会完全不一样，不会再觉得那是一件需要用燃烧和痛苦来描述的事，不会再觉得那是一场必须每天汗流浃背才能打赢的战争，而是觉得这件事其实很优雅，你只是在创造条件，让身体去做它本来就知道该怎么做的事儿，让胰岛素降下来，让守门人离岗，让仓库开门，让那些积攒了多年的甘油三酯被一列一列的拆解，变成二氧化碳，随着你的呼吸安静的离开。你不需要消灭脂肪，你只需要呼出它。如果今天这个视频让你对脂肪代谢这件事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请给它点一个赞，真的，这能帮助这个内容被更多需要它的人看见。订阅这个频道，打开小铃铛，我们下期见。